哇，这个厉害了。对，那我们要当场猜耶。这2支绝对堪称近代玫瑰沙龙香水的代表经典了哈，经典代表。没错没错。那我们在这一集里面一次满足各位，这样好不好？那我们先从哪一支开始？先从狐狸好了啦，好不好？好，那一轮玫瑰就放旁边。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狐狸，潘海利跟狐狸，听说是你们沙龙香的第一支，不是兽首系列哦，兽首系列的第一支，潘海利跟家的兽首系列。OK， 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一支，狐狸，而且是很多女生潘海利根的第一支。你知道我怎么可以确定？因为这应该是兽首系列我卖过数量最高的一支，这个是数字会说话，应该是第一名，骗不了人的。那我们今天非常的大方的直接把它打开一支，因为这个市场已经缺货了，已经缺货很久了。不是，这个一定要开了，因为我们是拍开箱文嘛不是开箱看啦。对，好，这不用太客气，就直接把它那个开掉。对，哎呦，好，千万不要像它一样这样打开哦。等下就会那个出事了。好，我先给各位看一下，我觉得盒子也很美。狐狸全新的，这个现在在国外市场也都是缺货的状态哦。好，那国内呢，不好意思，就是剩下没有非常多的数量，但是只要多的数量都已经在我这里了。OK， 狐狸，来帮我们讲个故事吧。好，大家都知道，就是兽首它有10几只，然后每一只都有它的故事，因为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就是爱情故事。英国皇室，然后公爵啊那些他们贵族的一个爱恨情仇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故事。那狐狸呢，它就是公鹿跟花豹的女儿。公鹿跟花豹的女儿。对，她就是公鹿跟花豹的女儿。是。就是公鹿公勋爵跟花豹女士的女儿。那她就是一个很天真浪漫无邪的小女生。刚开始的时候。OK， 刚开始的时候。对，因为她就是在一个很好的那个家庭环境长大嘛。对。然后就是天真无邪的个性。然后后来她就是因为而且是她等于是那个时候他们。英国呢，贵族之间，她就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女生。对，因为家世背景也都很好嘛。然后后来她是嫁给了，就是众多追求者中，她后来是嫁给猎犬。对。所以他们是对象了，对不对？对。对，但是因为猎犬呢，大家知道他就是一个很帅的渣男。很帅的渣男。对，他就是。会流连忘返在那个剧院或是夜店里面，对，所以他很帅。然后而且传闻他可能是同志朋友，真的，对 ，OK， 就是会有一些那种很感情纠葛在里面，对。然后后来呢，狐狸就是开始，最后他选择就是，终于他应该是说情感方面，他渐渐去挣脱掉，就是。乖女儿的那种形象，然后就是天真可爱，转变成就是结婚之后，因为老公都一直不在家，然后最后她的心情上转变到最后，她觉得说要就是挣脱这种乖乖牌的形象，传统女性的枷锁，最后她就变成了一个就是要怎么说？就是他要走反方向啦，走不同路线嘛，对不对？后来他就是因为本来是被家族套好的乖乖女的形象嘛，那事实上我们就感受很深了，就是说你在这种贵族家庭长大，就是你被套一个模子版型出去，端出去就是要人家看起来就是非常端庄，非常的清新啊之类。那可是问题是自己心里并不是想要这么做，也或者是因为他的另外一半。反差这么大，所以他更想转换说，那不然我也一起来。对，后来他就做了一个类似就是情欲上的解放，他也就是说，比较不会那么
跟了，就是他也走他自己的路了。对，反正该结的应该好像有吧。是，反正该结的婚已经结过了嘛。对，那反正结过了这个紧箍咒就解套了，就不会再框架自己了这样。对，没错。然后它可能呈现在香调上，我们也可以就是去感受一下，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真的好。那这一支其实普遍大家在台湾的接受度非常的高啊。对。那因为台湾女生喜欢玫瑰调系嘛。是。那但是这一支的玫瑰又相当的特别哦。那我们是不是来？可以先喷了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它的味道如何？对。好，就讲再多，不如直接喷。好久没有喷它了。它的香调很简单呢。对。好，我们请那个来试试看，全新。所以一开始新的小丸子，没有，你喷歪了，对，这现在第一阶珍贵，这里，好了，不要紧张，对，因为不能喷到别的位置，为什么？你头歪了，不是你刚刚头歪了，对 ，OK， 没关系，啊，就是好怀念的味道，因为我已经1-2年没有闻到它了。哇，1-2年。这一支是有一点带木质调的玫瑰，对吗？也有。他说他前面是橘子呢，他一开始是比较清新的柑橘调，带出它的玫瑰香气，对的感觉。OK。好舒服哦。我那时候刚闻的时候，我一度觉得它是男香。我觉得这一支味道是不会让人家觉得这一开始闻起来就是甜甜的玫瑰，或者是小女生的玫瑰，不会哦，它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非常女性魅力特质的一支玫瑰，而且它带一点点的深沉。如果你喜欢清新小甜甜的玫瑰，那这一支肯定不会是合适的。好，那如果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成熟深沉的玫瑰，我觉得这一支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它的玫瑰花瓣的颜色属于比较深邃、比较暗红色的感觉哦。我不太清楚。来，那你们这样看，也是紫红啊，它的水的颜色也是紫红色。对。对，紫红色。其实它一开始那个木质玫瑰花香真的很明显。然后它的香调写的超级无敌简单。就是柑橘、玫瑰。对。然后麝香。就这样。它应该隐藏了很多东西没有告诉人家。对。因为其实那个潘海利根的香水都有一个很基本的基调。是。在后段。对，我觉得绝对不可能麝香这么简单。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简单事实上，厉害的东西表面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后面不简单。来，那如果这一支潘海利根的狐狸玫瑰这一款，你们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跟什么样的心情？觉得这支的味道很特别，对，然后它跟其他支玫瑰香又都很不一样，然后因为我现在目前喷下去它味道是蛮明显的，就是玫瑰的香气，然后还有一点，带一点那种微醺酒香的感觉。微醺酒香。对，然后我觉得它给人家一种很优雅气质的那种香气会产生。对，然后这一支的话呢，什么时候喷？我觉得想要约会啊，或是浪漫晚餐啊，对，或是开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都很适合跟闺蜜逛街的时候。对，跟闺蜜逛街的时候，就是而且是一个很能表现女生特质的一个香氛，就是那个气氛的味道。OK。它的盒子，画的好美哦。对，然后它的盒子的这个也是一个艺术家画的，然后对，它是维多利亚风格的一个
插画，就兽首的包装是值得收藏的，对，不管它的盒子、它的瓶身，它整个设计就是要让你收藏它。然后这一支的香味就是闻起来看似简单，可是它是有它的层次跟深度的。OK， 好，那换明芳讲一下它怎样的层次跟丰富嘞？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些橘子啊、木质玫瑰花香或麝香，它的层次不是像人家这种前中后段去表现出来，它是你闻它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你只有一个感觉，可是你在那个闻的那个感觉里面，你会一直隐隐约约透出来，因为它的玫瑰花蜜有不是单纯的玫瑰花，你觉得它是木质玫瑰花香，可是你又闻得到那个橘子有一点酸酸的感觉，就是它会各种香调一直在那个香气，就是一直环绕在你的鼻腔里，然后你会隐约有一点不一样这样跳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支香水在不同的气候跟不同的温度，你喷它的时候，应该感觉会不一样。好，那对我来说，我觉得以我一个男生的角度来闻这一支哈，我会觉得它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的鲜明跟你讲，我就是玫瑰。它需要你花一些时间去探寻，你隐约的知道这个味道好熟悉，这个是常常很普遍可以知道的，可是你又短时间说不出来。但是你慢慢随着去探寻、去了解它、去了解对方，你会知道说，原来这是一个高贵的玫瑰。举例呢，就是假如说我跟这个眼前这个女生坐下来好好的聊天，吃个晚餐。那在边吃边谈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它是越谈越有深度的。你越来越想要去探索它、探寻它身上的这个味道，或者是更加的去了解这个人。我觉得以一个男生的角度，我这一支的玫瑰呈现的手法是让人家就是有故事的。对，有深度的，有故事的，不是简单，如同表面。一下就可以让你被你看穿了这样，没有，不是，它绝对不是。OK， 好，那明芳会在什么样的场合，然后穿这一支嘞？就逛街的时候。逛街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也有看到这个，可能是看到这个女主角吧，就看她的穿着打扮，就会一直觉得我逛街的时候可以喷这一支。OK， 逛街的时候告诉别人我身上有狐狸这样子，或者我觉得跟长辈碰面的时候也可以喷这一支，因为它不是这么的张扬的香味，可是它又不会被忽略。是 OK， 我很喜欢你刚刚用这个词，它是不张扬的它是内敛的，对，有深度的，不是轻浮的，OK， 好，那这一支玫瑰呢？派利根的狐狸，我们要记得它的前调。那回头我们再来看看它后面有什么变化。因为虽然香料表是简单，可是事实上它却是不简单的哦。对。OK， 我相信它后面会有非常不同层次的变化。你们也有闻过嘛，对不对？我相信你们也应该都记得它的前中后的分别的差别。那待会回来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后调。好，待会见，拜拜。狐狸就逊色了，不会，不一样，对，不一样的氛围，不一样，完全不同情境呢。对，这个可能要年纪到一个程度，你才会懂得欣赏狐狸的美。对，因为你现在年轻嘛，你才30几岁。就是对，因为如果用明星来比喻的话，我觉得就是狐狸跟一轮他们是不同喜欢的族群会不太一样的那个，对，所以他们是各有拥护者。是，那这个我认识一个某个平台的 PM 嘛，那他当时知道狐狸，因为他卖商业香卖了好几年了，那他有一次开始慢慢透过我们认识一些沙龙香之后，他就说，狐狸好像从后台数字看到很多人家。然后我说这个是玫瑰，他自己也很喜欢玫瑰啊。对。他说那我也要买一支。那买一支之后，他就跟我讲他失望了。我知道。对，那为什么会失望？因为他把之前甜甜的商业香的玫瑰，
就认定为那就应该就是玫瑰该有的调。那他如果来闻狐狸，他肯定会失望。因为狐狸需要有一个历练跟一些经历，还有一些故事，有故事的人来闻狐狸，你会觉得它绝美。所以欣赏的角度不一样，那所以呈现出来的结果就会不一样。那我是比较偏有故事的人嘛，所以我在闻狐狸，我就觉得特别的有一点点，有一点这种心灵淬炼的感觉，这样子。好，来，你知道那个狐狸跟一轮闻起来都是会让人心疼的感觉。哇，可是你知道两个心疼是不同的意境哦。是。狐狸的心疼是你觉得这个女人，她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对，然后她还这么的坚强，对，所以你心疼她。是。可是一轮玫瑰的心疼是，你觉得这个女孩，对，她有她单纯天真的那一面，可是她又很坚强，就你知道那个不一样的那个氛围吗？对，你也觉得你会心疼、欣赏这样，心疼跟欣赏这样的女生。然后狐狸这个是你会觉得她这么辛苦，她这么累，可是你在她身上你看不到她有展现这一面，然后你会对她心疼，就两个都是你会心疼跟欣赏的，可是那个氛围是不同的。对对对。那看起来我要买一瓶狐狸回去喷了。对对，因为你平常就嘻嘻哈哈大笑的，所以你比较没有办法体会别人的心疼啦。什么东西？而且，对，明芳真讲得很好这一段。对，这讲得蛮好的。对，因为我本来觉得狐狸怎么我刚刚可能太久没闻，然后我想说我闻不到它的香味，可是我现在发现它后面绝对不是这么单纯只有麝香，是，我闻到有一点点的焚香在里面。哦，有，对不对？我觉得绝对不是单纯只有麝香这么简单了。那我觉得它是后段它比较有一点焚香加一点木质调在里面，它让人家会有一种探寻，想要去更加了解你受伤的故事这样子。对不对？有一些故事人们不愿意说起，但是如果你愿意好好静下来，同理心去听他怎么说，你会得到很多。我觉得狐狸就是给人家这样的感觉。对，好，来，那林心丽后调帮我们补充一下。感觉狐狸啊，我蛮认同刚那个Elton讲到说，就是他是需要有一点故事跟历练的人，他才能闻到他这个香水他想要表达出来的那种，就是你可能经过一些挫折之后，然后最后你会选择就是勇敢忠于自我的那一种味道。是，对，然后它的香气啊，它一开始的时候是很明显的，但是它很快的，其实狐狸它会让你觉得说它的味道就是在你身上是若有似无的。像我大概3年前那时候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怎么喷完之后过没多久一下就不见了？其实很多人都一开始对它的这种感觉都是这样。对，潘海的整个系列感觉都是这样的。尤其是这一支，其他支可能它味道还是一直都很持续，但是尤其是这一支，它就是前后的变化，其实会让你觉得说，怎么好像不见了？是，但是你可能其实别人还是闻得到，只是说你自己可能或许是在就是偶尔有风吹来的时候，就觉得怎么香气又跑出来这样子？对，它就是算是变得开始内敛不张扬的那一种感觉，但是它又很有自己的特色。你闻过它，你就会觉得说闻过就非常有印象，对这个味道，它太别致是完全都闻不到这样子的感觉。对，没错，你这个解说非常好。就你把它讲得非常的具象了，因为很多人就是觉得喷狐狸在身上之后，后来随时间好像感觉自己就没闻到了。那其实旁边人，或者是刚刚你补充的风吹来的时候，这个味道又再次提醒了你，曾经的伤痕，又出现。对，但是我想这个是积极正面的，因为我最近学到一句话，将我的挫折成为你的获得。我觉得潘海利跟狐狸，它就有类似这样子的想要呈现给对方知道的。就是这是一个很积极正面的想法哦。你看我的挫折，我可以继续疗伤，可是他没有，他想要把他的挫折成为
所有人的获得。这一句是不容易的。我觉得插画家画的很好。是。你有发现他的基本的那个丛林是黑色的。哦，对对对。然后蝴蝶跟花是有颜色的。是。所以他其实有把他这个主角的个性画出来。对。就是他可能本来是一个很沉闷、很无聊的女生，因为从小那种贵族家庭出来嘛。对。可是他后面开始走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他鲜艳的那个彩色的人生才出来。就他转变之后，他那个整个彩色感才出来。是。其实香水走也是这个方向，他一开始可能不显香，可是他中后段那个香味跳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它整个香味亮起来。对对。是吧？是。就还蛮，我觉得它整个设计是有一个整体性。是。对，所以我觉得兽首的盒子需要收，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对啊。对。我们录了这么多片，我觉得今天我跟你们录的是收获最多。好，这你们真的讲的非常好，再加上肥猫讲的不好，更呈现你们讲的好，不是？开玩笑，很久没录了，没有了，开玩笑了，超久没有。他心想说，我才录个2片就一直被踢。OK， 好，那如果我们还是会把它定义成玫瑰调吧，是吧？对。会，那玫瑰什么样的调？木质玫瑰，花香木质调，木质玫瑰调。OK， 来，那如果以木质玫瑰调来定义的话，明芳你会给它0到10分，给它几分？9.5分。哦，9.5分。OK， 为什么给9.5分？我觉得其实它是耐闻，然后又实穿的。而且如果要找不张扬的香味，它是可以的。是。OK， 你知道可能贵族嘛，他设定他的主角是贵族，是贵族喷的香味就是必须有特别的地方，又不能张扬。对哦，它显现的就是这个，是，它是特别，可是它又不能够就是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嘛。哦，贵族怕成为焦点。可是对，应该说我觉得当贵族真的当那个金字塔顶端的人很累了，对啊。因为你明明就很想要凸显个人风格，可是你又不能在人群中这么的耀眼，太凸显个人风格。是，所以他们真的还蛮辛苦的。对，所以这个狐狸做的非常到位。对，是有压抑的玫瑰木质花香。OK， 角色真好，很好。所以你觉得以他这样子的表现，我觉得调香师调的很棒啦，很到位啊。对，调香师调的很棒。如何呈现出我明明就是贵族，可是我又不能让人家知道说我是贵族，可是那个贵族的气息跟血液还是留在身体里，就是无法忽略它。对，讲得真好。OK， 好，9.5分。那换这个 Cindy 讲一下。就以玫瑰香气来讲，还会给它到10分。哇，10分。对，就是它的不管是艺术性、独特性跟它的香气来讲，我觉得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对，难怪会有那么多人喜欢。但它除了名气之外，就是它实际上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价值在。对，就是很特别啊。是。对。好，那我觉得这一支的玫瑰，我会给它0到10分，足足给它10分。好，那10分的原因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那经历过一些挫折，或者是刚刚明芳讲的会让人家心疼的感觉，这种那包含这个设计师在设计的手法上呢，他又以我是个贵族，可是我又不能够这么的张扬，让人家知道的这种比较有点压抑的这种微微沉稳的香味，我觉得这样的表现手法足足的就可以让它有10分这么多。好 ，OK， 那非常谢谢2位今天帮我们带来这么重要的这一支狐狸这一支玫瑰，跟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好不好？那我们这个打开，我们就摆在我们的试香桌，那欢迎各位有经过就来这边试试看，好不好？因为那这边现在市场上应该是没有了啦，对，全市场应该都没有了。那你要来的话，在台北市南京西路308号2楼，欢迎你来找明芳，谢谢，谢谢，拜拜，谢谢2位，拜拜。